Hello， 大家好，我是 Kian， 现在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罕见的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我在伦敦一般都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因为我真的特别不喜欢吵闹的地方。但是呢，今天我和奥斯卡会做一日游客，去2个景点，一个是一个蛮大众的地方，另外一个是有点小众的地方。那请继续看下去，我会在影片中为大家介绍这2个景点。第一个景点呢，就是我身后的白金汉宫。我们不是只是来参观外围的哦，我们是要去参观国事厅 （The State Rooms）。我们去的原因呢，完全都是因为我父母去年有来伦敦参观白金汉宫的国事厅，然后那个门票是可以在离开国事厅的时候盖章，然后那一张门票就会从1日票变为1年票。虽然说这个门票必须要是游客本身才可以使用，但是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在我爸妈出门前，我和奥斯卡已经在列印出来的门票上面签上了我们的名字。他们在盖章的时候不会查他们的身份，而是在我们兑换新门票的时候，他们会核实我们的身份证明或者是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来验证是本人。OK， 我们现在要赶快去兑换门票，然后进入国事厅。现在我们在去 Ticket Office 的路上。那就是这个门票呢是可以提前预约的，但是它会收2磅的手续费，是一个订单收2磅，就是说你预定的时候，不管这个订单上有几个人，都是要2磅。然后兑换1年门票的入场的话，也可以到现场，但是国事厅就真的特别的大众，然后很多人都会要来，所以说还是提前预约比较好。售票处在这里，我们拿到票了，然后在取票的时候，他们完全都没有验证我们的签名，所以说英国这个社会呢，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他不会加强这方面的核查。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他们就肯定会需要你出示身份证明或者是签名之类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就不会。然后我们预定的是9点半开门时候的第一个入场时间，然后门口已经排了很多人了，所以一定要早到。1 hour later. OK， 我们参观国事厅出来了，里面完全不允许拍照以及摄影，所以我没法在影片中展示给大家看里面的样子。里面就很像那种传统的欧式宫殿，西方 palace 的感觉，然后里面就很多的画作，然后金碧辉煌的家居以及各种的桌椅板凳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无聊的，但是奥斯卡很喜欢，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画作。然后每年国事厅的开放时间是7月中旬至9月底，就是国王不在家的时候，所以就是很像那种 Airbnb 或者是短期租赁，就是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把房子租出去，加减赚一点外快这样的一个概念吧。我觉得还蛮会赚钱的。So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Oscar? 我很喜欢，但是我认为在德国他们的宫更好看，皇宫更好看。对，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painting 画作。不好意思，我没有很多机会用我的中文。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 Vermeer，I enjoy it。OK， 对，我也觉得德国那边的宫殿或者是皇宫就比较的精细一点嘛，就是里面的一些墙壁或者是天花板的图腾啊之类的，就是比较的美。白金汉宫就还 OK，
但是其实实际来说还蛮无聊的。从国视厅出来的话，就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garden 花园吗？但没有花，就是草。花在哪里？反正就是一个，花在 St. James's 公园，就是非常修剪整齐的一个草坪的感觉，就是一条一条这种颜色，很像足球场。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在一出来之后的话，在我身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咖啡厅，然后咖啡厅再往后面走的话，那面好像应该是一个礼品店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平淡无奇的花园，没有花的花园。这里是纪念品店，我们应该不会买任何东西，但是我会拍摄一下。我在纪念品店看到一个很小的茶壶或茶杯的一个 set， 我以为是给小孩子或者是小狗用的，然后结果其实是一个圣诞装饰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下面其实都是空的这样子，然后这个杯子还可以直接的拿起来和盘子是一体的。然后在礼品店之后就是很无聊的花园道路，然后就可以到出口了，好像大约要10到20分钟的样子。奥斯卡告诉我，这个里的 ice cream 要7磅45，7磅，是非常贵。这太可怕了，我觉得有一点坑游客，其实就是有钱人也是有了，特别是那种专门来伦敦旅行的人，那肯定可能就觉得来都来了，随便买一买，花一花钱就好，开心就好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不会买。我们快要到出口了，前方的亭子这个位置就是可以把1日票转换为1年票的盖章的地方 ，1 year pass validation。我们现在在 Kew Gardens， 位于伦敦的西南部，然后中文的翻译好像是皇家植物园，或者是叫做秋园。然后我们来这个地方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奥斯卡一直很想来这个植物园里面看一下，我们在伦敦住那么久，完全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最近发现这个植物园的入场门票的话，对于30岁以下的人是有优惠的，只需要10英镑。然后我过几天就要30了，好伤心啊！所以呢，我就趁着29岁的最后几天，陪奥斯卡一起过来。后面这个建筑好像就是最出名的温室嘛。这里有2个。对，但是后面这个好像一直在那种广告图片中或者是
影片中都会有出现过，所以应该还蛮出名的。然后这里的空气真的很新鲜，但是人好多，就是好多孩子，我们很讨厌孩子，太多孩子，对，但没有办法，毕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的地方，然后很多住在这附近的居民可能都会有那种 membership， 所以就很多孩子，然后有来这边野餐的也有，然后跑来跑去的孩子。刚才我在地上还看到了香蕉皮，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伦敦哪里，伦敦人的素质真的需要提升一下。我觉得这里好像台北的街道，好热。哦，对，好像台北。就是台北那种5月底的感觉吧，真的好热，天哪！而且外面有些太阳，然后在温室里面，以及配上这个湿度，简直就是在蒸桑拿的感觉。我要赶快下楼，真的好热。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 S.H.E 的一首歌《热带雨林》。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feel。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很喜欢植物的话，特别是这种热带植物的话，很推荐你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这里的温室，因为树的种类真的很多，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我只是想享受一下新鲜空气以及大自然的感觉，或者是宁静一点的地方的话，可能就并不是那么推荐，因为真的人很多，而且很多的小孩子，太多了。我现在在这个温带温室的2楼的走廊上，然后并没有刚才热带的那么热，因为毕竟是温带，所以还蛮舒服的。这个温室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就真的全都是人。唉，为什么没有宁静的地方？其实还是蛮美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值这个价钱。就是没有必要付那么多钱，然后过来看植物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如果是免费的就好了。从温带的温室出来之后，一直走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亚洲风情的宝塔，然后英文好像就是叫做 The Great Pagoda。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 great 的地方，就是一个塔，但是我觉得这种宝塔就很像那种动画片或者是电影里面特别建的，或者是那种游乐园里面的亚洲主题园区的建筑物，
而不是真正会在现实中存在的东西，但竟然在现实中真的有。我身后就是这个游乐场风情的亚洲风宝塔，全部的屋檐上都有这种诡异的龙的sculpture， 就很诡异。登上这个宝塔的话，需要4.5磅一个人，那我们就不上去了。哦，其实还蛮高的。然后如果要上去的话，记得要提前预约，不然的话时间可能就会被预约完，现场可能会扑空。我们现在在 Kew Gardens 里面的一个景点叫做 The Hive， 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蜂巢形状的建筑物。我觉得晚上的话应该会更好看一些，但是现在其实英国的白天一直会到晚上的8、9点钟，然后 Kew Gardens 到8点钟就关门了，所以看不太到。我现在在 The Hive 的里面，就是一个这样全都被蜂巢状的墙体包围住的一个结构，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露天的一个洞在最上面，其实还蛮酷的，我觉得。Hello， 奥斯卡。啊，我们都好累，好无聊。我和奥斯卡一天的伦敦游客之旅就结束了。我们早上参观了白金汉宫，下午在 Kew Gardens， 然后一天下来的感觉就觉得很休闲，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特意花钱来这2个景点。特别是上午的白金汉宫国事厅里面是不可以拍照摄影，下午的 Kew Gardens 就会人很多。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喜欢植物，对生物学非常有研究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有一点无聊。奥斯卡觉得呢？ I think Buckingham Palace is very interesting. I more highly recommend going to Hampton Court Palace. It's far more interesting historically, and there's far more interesting gardens, and it's a larger space, and just the atmosphere there is a lot nicer. Kew Gardens, don't even bother. Even if you like plants, there are much better places in the UK. Because it's so isolated, it's a complete waste of your time, in my opinion. Absolutely don't bother coming here unless you're dying to see it or you're in Richmond already. I'd say if you're in the UK, there's a huge botanical centre in Cornwall, which is far more worth your time if you're dying to see plants. But in Europe, there are far better places than this. It's really overpriced, very busy,
and it's mostly manicured lawns, not flowers. 我很同意奥斯卡的看法。如果你也来伦敦的话，或者是你住在伦敦，有亲朋好友要来伦敦看你的话，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你决定是不是要付钱去白金汉宫以及球园。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分享、按赞，以及在下方留言说一下你的看法。请 follow 我的 Instagram。哇，好多大便地上，但是还是蛮美的，其实。